宿主即将穿越到修仙世界，倒计时10分钟了，请宿主尽可能搜集物资，以提高在异世界的生存概率。如果是穿越到古代，他还能冲进超市清空货架，再去五金店农贸市场扫大一圈。可现在是玄幻世界，见飞行法宝对轰，打个喷嚏都能山崩地裂的玄幻世界，你带1级装箱的压缩饼干有什么用？子弹追得上飞剑。叮，温馨提醒，宿主，当前倒计时1分钟，请宿主尽可能搜集物资，以提高在异世界的生存概率。靠，来不及了！30、29、27、17、16、12，疯狂了！5、4、3，妈的，拼了！都给老子收起来！警告！检测到非常怀空间操作，收纳目标体积过大，超过系统预期，逻辑冲突。错误！无限空间模块矿载，强制收纳进程无法终止。滋啦 ，F8，系统核心协议崩溃。这里就是传说中的玄幻世界，还好四肢健全，没缺胳膊少腿。系统，筒子你在吗？出来啊喂！丁，系统空间数据错乱，程序崩溃，正在尝试修复。滋啦！我操！我当时好像喊的是把地球收起来。真的收进来了，筒子，那上面的人和生物呢？都还活着吗？无限空间已锁死封闭，所有生物状态保留，星系内所有行星也都保留。等等，你刚刚说啥？星系？难道说不止星球，连星系都收了？我操，真假？好消息是地球保住了，上面的人应该都活着。更好的消息是，我拥有了一个完整的星系。坏消息是，我把整个星系都搬走了。因宿主非账牌操作，原系统核心协议崩溃。丁，新系统盲定成功，这就崩溃了。说好的无限空间呢？最终解释权在系统。筒子，修为贡献什么意思？鉴于宿主收容完整星系的骚操作，系统功能已进行基础掌控权，可获得对无限空间该空间内所有具备限制人的修为总和，这就是修贡献的意思。这听起来简直就是开挂。而且修饰越多就能无限叠加，简直爽到极点。系统自身范凤实力却为绑定受限，自能选定为大夏国国阙佛。等等，筒子你是不是搞错了？地球那是科技册，唯物主义的，没有灵气，没有修炼体系，哪来的修饰，哪来的修为？自己在那生活了几十年，根本就没有修饰啊！既然没有修饰，也就没有修为，那它的总和还是0，依然是个胀五茶。宿主并非如此，任何区域只要有灵异气的存在，只是多与少定在并，修分朝国也。那就绑定吧。丁，正在检测大夏国内的修为之人。这里可是危机重重的玄幻世界，当务之急是小心的活下去。最后，你本我能去用到东方寻找水渊。有点甜。有血腥味。作为一名长在红旗下、活在和平年代的21世纪标准社畜，林少这辈子见过最凶残的场面，大概就是好莱坞电影里那些特效了。这是吸血鬼！
还是丧尸？千万别追我！别追我！穿越不到10分钟就撞见这场面，新手村难度是不是太高了点儿？正好老子还差一点精血就能突破。小崽子，别跑了，乖乖当爷爷的补品吧！补你大爷！你别追我呀！我不好吃，我昨天没洗澡，还熬夜，血液里都是咖啡因和亚健康，救命啊！叫吧，喊吧，这荒山野岭，你喊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给老子死！我操！跑！我看你能跑到几时？丁，已经检测出大夏国有修为之人共计12人，最高修为境界为断体境5重，是否现在进行修为贡献？12个，夏国真有隐藏高手，管不了那么多了。是，立刻马上现在就贡献过来，快啊，童子！这一拳好像能打死一头牛吧？跑不动了，终于认命了。早这样多好，省得爷爷费劲。放心，我会给你个痛快的。怎么可能？你刚才那小子分明就是个毫无修为的凡人，气息微弱，脚步虚荡，连最基础的断体境都没达到。怎么一转眼，这一拳的力道怎么如此可怕？趁你病，要你命！这就是武侠小说中的内气吗？这出血量，完了不行，不能晕在这里。刚干掉一个，不知道这林子里还有没有。好像是个女人，一个非常非常好看的女人。小子，老子还没死呢！你这人怎么突然弹起来呀？吓我一跳，还撞得我好疼。抱歉，刚做了个噩梦，没看清。这里是长青宗，是我师傅路过，顺手把你捡回来的。长青宗师傅，难道是传说中的修炼宗门？是呀，你是附近的山民？算是吧，还没请教尊姓大名。苏婉婉。林霄，你一个普通人遇上血盟宗的邪修，居然能活下来，还把对方打成了重伤，快说说你是怎么做到的？纯属侥幸，拼命跑，胡乱打。你看我这后背的伤就知道多惊险。咦，奇了怪了。不奇怪，我师父给你喂了疗伤丹药，自然能好。多谢姑娘，也多谢令师救命之恩。不客气。你要
晕了。师傅，您来了。那个徒儿这就去后山练剑了，保证不偷懒。看来伤势已无大碍，多谢前辈救命之恩。无需多礼。你可曾修炼过？回前辈，没有，晚辈就是一普通人，对修行之事一窍不通。手伸过来。但奇怪的是，你资质有些特别，可愿入我长青宗，成为一名外门弟子？弟子林霄拜见师傅。你现在还不能入我门下，按照宗门规矩，你得先成为外门弟子。只要你能在3年之内通过外门大比，我便收你为弟子。这是我长青宗入门奠基之法。你体内虽有些力量，但没有经过梳理，驳杂不堪，终究是空中楼阁。当务之急是按这法门，循序渐进打熬筋骨，充盈气血，将根基夯实，为炼气境的灵气入体做准备，这才是修行正道。师傅放心，3年太久，我只争朝夕。真是天欢之前情况紧急，没细究，现在得好好研究一下这系统了。童子，调出之前12人的资料。既然自己的进步离不开他们的贡献，那如果我能把刚拿到手的长青基础断体法交给他们，让他先突破起来。筒子，我能和地球沟通吗？并可以的，宿主，但受限于宿主当前的修为，沟通信号将极其微弱且不稳定，存在严重延迟与信息丢失风险。是否尝试建立连接？是，必须是。你再说一遍吧。太空可能不见了，太空可能不见了，或者说是我们认知中的外界宇宙不见了。大约在10小时前，我们部署在近地轨道、月球基地以及所有深空探测器的传感器同时传回异常数据。可是太空不是正好专在上面吗？全部消失，像是被一观层到绝对黑暗的幕布包裹了起来。所有探测器功能正常，没有故障代码。对，我们甚至冒险调整了天眼射电望远镜的指向，对准原本银河系中心的方向，但依然没有信号，什么都没有，背景辐射都消失了，很诡异。那物理规律呢？引力常数、光路这些有没有变化？目前检测一切如常，但这才是可怕的地方。这是像是一种，如果非要形容，可以理解出来，然后放置到了一个独立的盒子里。有没有可能是某种我们无法理解的外星科技，或者高维干涉？范老，您见多识广，古籍里有没有类似的记载？古籍神话中有秀里乾坤、湖中日月之说，但那只是夸大的传说，现实并不可能出现。老朽也闻所未闻。我建议先来联系其他国家，尤其是拥有最发达太空监测网络的鹰将，了解一下他们那边的探测结果。对，也许是我们的数据出现问题也不一定，多方作证才更加确定。是我做的。谁？什么声音？什么人在这装神弄鬼？出来！不用紧张，我叫林霄，是自己人，现在被困在修仙界，急需国家帮助。我先传递功法，你们抓紧修炼，要快！天啊，这不是耳朵听到的，声音好像是在我脑海中出现，传音入密。难道是神明？不是，我不是神明，是神明。天啊，神迹，真的是神迹，不对，是神谕。
苏泽，这副作用也太大了吧？这是因为宿主当前修为境界较弱的原因，建议提升修为。我也想啊，也不知道我传过去的功法，他们能不能看懂？这取决于个体的悟性以及所处环境灵气浓度，系统无法预测。我去，地球那边灵气稀薄的跟没有一样吧？就算有功法，修炼速度也快不到哪里去。婆婆给我反馈修为啊！宿主自身仙体球后，火气会缓慢渗透至空间宇宙内中，辅助大夏国需要者。还有这功能，也就是说，我在这边吸灵气，老家那边也能跟着沾光。我越强，能反馈过去的灵气就越多，纯越。是的。好，太好了！我看到的真不是幻觉吗？你是神明？走了吗？唉，你们都是我国最顶尖的学者专家，都说说吧，刚才到底怎么回事？各位，老朽以毕生修为和名誉担保，刚才绝非集体催眠或致幻剂作用，那传音手段玄妙无比，已非老朽所知的任何武学或精神方法所能企及。而那凭空显现于脑海中的功法，更是闻所未闻，这恐怕仙家手段。范老，您是说这世界上真的存在神仙？现在看来是这样的。所以神明用我们完全无法理解的方式，将我们从宇宙中隔离开来，然后给我们指了一条修炼的路。可是卫士啊，怎么突然间就发生这种事了？现在不是迷茫的时候，有几件事是确凿无疑的。第一，我们遭遇了无法用现有科学解释的超级现象；第二，神明大概率存在，用超越理解的方式联系我们，并传递了一份名为长青土断体法的修炼方法。这次的事情，我们该不该尝试？争论它是科学还是玄学，是外星科技还是神仙法术，没有意义。现在我们都得试一试。范老在，您是古武大家，对人体经脉最有研究，这份长青基础断体法，您怎么肯否验证？有没有威严？老朽方才已粗略看过这蒙爸爸传承数百年的残缺心法，老朽直觉认为是一条通天大道。任何超越这渗血修炼都伴随风险，但以老朽浅见，风险可控。啊，修仙功法，这完全是神话小说的领域。难道那些古籍记载的飞檐走壁，并非全是古人臆想？难道我们这个是真的存在另一套隐藏在表象之下的真实法则？人类的进化方向可能被彻底改写，寿命极限、肉体力量，甚至意识本身都可能产生飞跃。好，既然如此，我命令一。成立机密专项小组，范老任首席顾问，同时抽调各领域最顶尖的人才集合，动用所有资源倾斜，立刻开始对长青基础断体法进行最严密的研究、认真的实践验证。二，今日发生一切不可泄露。第三，暂停外部联络，在搞清楚我们自身究竟发生了什么、拥有什么之前，保持战略静默。这可能是大夏国乃至整个人类文明从未想象过的机遇，也可能是无法估量的挑战与风险。原来如此。原来气血搬运之后，呼吸的节奏竟暗合天地韵律。这开辟丹田之法，竟然还能如此玄妙。这不是改良，这是另一条路，一条更广阔、更坚实、直指大道的路。不愧是修仙世界，睡一觉都这么补。这就是修仙宗门，太美了吧！电影里的特效跟这一比，简直是5毛钱。呀，小师弟醒啦，我等你很久了。苏姑娘，你等我。师傅吩咐了，等你醒了，就让我先带你去外门事务堂办理登记，领取身份玉牌和弟子服饰。从今天起，你就是光荣的长青宗外门弟子啦！加油哦，师傅似乎挺看好你的。苏师姐，你是师傅的亲传弟子吧？那当然，我当年和你差不多，也是被师傅从山下捡回来的。不过嘛，我凭自己的努力，花了不到5年，就在外门大比里杀出重围，这才被师傅正式收为亲传的。起，走，师姐带你过去，站稳喽。第一次可能会有点晃。起飞喽！咱们所在的这个世界叫做天玄界，广袤无边，据说被无尽的虚空海分隔成4块主要大陆，
中州、西极、北冥，还有咱们所在的东荒。东荒大陆有多大？反正以我这修为，飞上100年也未必能从一头飞到另一头。以后你修为上去了，少不了要去历练的。咱们长青宗立派了，虽然比不得那些动辄万年传承的顶尖大派，但在杂役、外门、内门弟子拢共有上千人呢。除了你即将进入的外门，内门主要分为3大主峰：听木峰、白云峰、后土峰。师傅是白云峰峰主，但他性子清冷，最不耐烦琐事，收徒也极严，所以咱们白云峰算上师傅，再加上我和你还没见过的2位师兄，一共才4个人。嘿嘿，等你来了，我就不是最小的啦，终于有人叫我师姐啦。身为峰主，他的修为一定很高吧？那当然，我师傅可是元婴期大能，跺跺脚，咱们东南一带都要抖3抖的。修炼嘛，就是逆天而行，求长生大道。最开始是打基础的断体境，之后是炼气境、筑基期、结丹期啦。每个大境界又分9重小境界，能走到高处的都是万中无一的天才。苏师姐，那元婴期之后又是什么境界？这个嘛，师傅说过，知道太远容易好高骛远。反正啊，元婴大能已经是我需要仰望很久很久的超级高手了。喏，这里就是外门事务堂了，主要处理各种杂事的。哎呦，这不是苏师姐吗？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可是柳峰主有什么吩咐？刘执事，给我这位小师弟凌霄办理外门入门登记，领取一应物品。苏师姐放心，凌霄师弟是吧？快请这边来，保证给师弟安排的妥妥当当。林师弟，这是你的身份玉牌，务必收好。凭此玉牌，可出入外门大部分区域，领取阅历，接取任务。对了，外门弟子每个月至少接2个任务。住处的话，因为外门都是5人大通铺，不过我给林师弟安排在甲字区，那里环境最好。刘离师有心了。应该的，应该的。林师弟，以后在外门有什么不明白的，或者需要帮忙的，尽管来找我。多谢刘师兄。小师弟，10阶我的任务就完成了，记得好好修炼，希望以后还能见面。这就是断体境，身体素质也太离谱了，这速度哪怕是短跑冠军都比不了。牛逼！这要是在以前的世界，去工地打灰啊，不，去参加个奥运会，不得轻轻松松破纪录？你们好啊！没见过你，怎么刚从杂役弟子升上来的？豪哥，看样子就是个愣头青新人，来找住处的。嘿，竟然摸到咱们甲3号来了，那该教教他规矩了。小子，看在你新人的份上，将分发的灵石和培元丹交出来孝敬我，以后就跟在我身后混。当然，你想住这里也行，不过我不习惯和人挤，你自己打地铺。怎么？宗门哪条规矩要求新人要交东西？小子，给你脸不要脸是吧？真以为从杂役爬上来了就了不起了？就是，豪哥看得上你，是你的福气，别不识抬举。新人在外门不懂规矩，可是要吃苦头的。所以，豪哥是打算教我规矩了。小子，你找死！宗门铁具，严禁私斗。私斗？谁说要私斗了？宗门禁止私斗，但鼓励弟子公平切磋，解决纷争。小子，看你对自己那点实力挺自信的，敢不敢跟我上决斗台？丁，童子，有，我有胜算不？虽然断体6重，但宿主集合12人修为总和，根基异常浑厚，爆发力远超同阶，实际战力可压制普通断体境6重，胜率95.3%。豪哥，你看他都不敢说话了，这种人只会嘴硬。就是新人嘛，说说大话还行，真动起手来，怕了就把东西奉上，如果不服就上决斗台。哼，对战台是吧？带路。好，有胆色，就怕你等会儿后悔。走。何事喧哗？要上对战台？王长老，弟子陈豪与这位新入门的师弟有些误会，想通过对战台公平切磋，解决纷争。陈豪是断体境6重，你确定要与他登台对战？对战台虽不许死斗，但拳脚无眼，受伤在所难免，你自己考虑清楚。多谢长老提醒。
弟子已经考虑清楚。既如此，双方过来，填下文书，声明自愿，后果自负。来啊，小东西，让爷爷看看你几斤几两。放心，不会死的，我最多让你断手断脚而已。哈哈哈哈哈哈！喂，新来的，认输吧！陈豪是断体6重，你打不过的。别为了一口气把前途搭上，现在认怂不丢人。长老，陈豪出手向来狠辣，这新人怕是……不必，路是他自己选的，有时可以自信，但绝不能盲目。如果连自己的实力都拎不清，贸然迎战，那便是取死之道，怨不得旁人。今日被教训一顿，对他未必是坏处。陈豪的名气是在外门打出来的，人事暴戾嚣张了点，但也是实打实的同阶无敌。这新人没有了解就敢上台，要吃亏了。上一次决斗，陈豪可是把对面骨头敲断大半，这次怕是不能善了了。3招之内，你如果没躺在地上哭着求饶，我陈豪的名字倒过来写。戏谑5号雷灵愈发清晰，给老子跪下！好跪啊！好强的气血，这陈豪距离断体7重怕是不远了。气血充盈，爆发刚莽，单凭这一掌，此子在外门倒也不算虚度光阴。断体境6重对5重，一上来就是杀招。陈豪这是一招废了这新人啊！这一掌我都避不开，完了，重伤难免了。哦，反应倒是不慢，怪不得敢登台。混账玩意儿，我看你能躲到什么时候！你就这速度？你找打！来啊，别跑啊！说好3招的，3招之后又3招，你到底行不行啊？果然，这力量，他隐藏的实力，我被坑了。等一下，等你个球！看我的升龙拳！豪哥，你竟敢下如此重手！你知不知道豪哥的兄长是谁？你摊上大事了！越级而战，也是近乎碾压式的越级，此次妖孽啊！长老，是白云峰的师姐宣官上书房，柳峰主亲自点头，暂立外门的。原来如此，竟是柳峰主看中的人，能被那位瞧上，看来外门又要会是热闹一阵子了。站住！你还想干什么？豪哥都这样了，你还想怎的？我告诉你，这事没完！要带走可以，
将灵石和丹药交出来。你怎么敢？真以为打赢了就了不起了？我数3声。给，我们给。还有他的。哼，滚吧。将今日的对战记录在案，另外关注一下此子，还有陈豪那边可能的反应。是，长老。修仙之路，果然还是要靠拳头说话。小师弟可以啊你！我才离开一会儿，你就在外门搞出这么大动静，跟人上对战台还越级打赢了，干得漂亮！没给咱们白云峰丢人，我就说师傅看中的人肯定不简单。不过嘛，陈豪有个哥哥叫陈烈，已经是炼气境9重的修为，是外门的天才。你把他弟弟打成那样，陈烈肯定不会善罢甘休。怎么样？需要师姐我出面撑腰不？多谢师姐好意，不过暂时不用，我自己应该能应付。你能应付炼气9重？你小子口气不小啊！断体境就敢说能对付炼气后期？给我点时间，绝对没问题。行，有胆魄。咱们白云峰的传统就是不惹事，但绝不怕事。现在陈烈正在闭关突破筑基期，为进入内门做准备，这段时间不会来对付你的。喏，这个给你。要是陈烈那厮真不要脸，以大欺小，你就捏碎他，我会尽快赶到。多谢师姐。不客气，你这小师弟我先认下了。加油修炼，灵石别乱花，用在刀刃上，修为才是根本。对了，师姐，我只会一些清浅的发力方式，宗门里哪里可以学习武技招式？你可以去传经阁1层看看，那里存放着宗门的各类典籍和基础功法武技。虽然功法分为天地玄黄4个等级，不过外门能接触到的基本都是黄级的武技，威力有限，但也够你现阶段打基础用了。更高深的，等你进了内门，自然有机会学到。传经阁、武技，还有大夏国那边。系统，大夏国那边修炼长青基础断体法的情况怎么样了？丁，检测中。大夏国当前修炼断体法个体数量1，身份确认，范朝辉，效率较低，受限于原生环境，灵气浓度近乎于无。丁，恭喜宿主获得30块下品灵石。只有老范一个人，看来我得给他们加点料。自己刚到手30块下品灵石，正好派上用场，再送点参考书过去，一举两得。前辈，弟子凌霄新晋万门弟子，想进传经阁1层阅览。这是让进的意思，还真是有个性。有点难学啊，希望大夏国那边能看得懂吧。先试试用灵石修炼的反哺效果，嘿嘿，准备接受新手大礼包吧。难道这条路在地球上真的走不通吗？是神明在眷顾老朽吗？我不是神明。是。
感谢神明点拨之恩，召回永世不忘。宿主境界同步更新，断体境9重圆满。我操，断体9重了！老范牛逼啊，直接给我干到圆满了！这躺赢的感觉也太爽了吧！趁热打铁，这几本武技也发过去。搞定！神明又赐下新的法门了，神明厚赐，恩同再造。范昭威在此立誓，必不负所托，一定要将此道在我大夏国传承光大，以报天恩。范老，张秘书，我有重要事情和那位老人禀报。范老，稍等。范老，是我。范老，你挑大言盘，但学士也能感到究极报面。好，我们见面详谈。锦交。范老，您老师，你突破了！准备一下，立刻随我出发，有天大的机缘来了。我知道你们有很多疑问，但不要着急，马上你们就知道了。这里是刚刚成立的神奇与文明演进应对总部，简称神应局。范老，请坐，详细说说，那位存在又给了我们什么？托那位存在的恩赐，我已经突破了，真正迈入了常青楚断体法所描述的断体境，并且是9重圆满。我感觉像是脱胎换骨，体内力量之强远超过任何想象，连寿元似乎都得到了延长。断体境9重圆满，这已经超越了所有古籍记载的上限，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机缘，这证明那位存在给予的路径真实不虚，超乎想象。也就是说，这功法可推广。是的，接下来我将会让11位弟子作为第一批实验对象，而且那位存在又赐予了新的法门，包括了用于实战发力的碎石掌、提升速度的草上飞，以及秋风剑法术。这些关系到基础能量运用原理，类似于传说中法术的，必须立刻进行全面评估和验证。范老，这几位是？范先生，你体表的生物场强度不同寻常，请务必允许我们进行全面的生理扫描和能量图谱测绘。各位，情况特殊，范老的突破，我希望你们能动用国家的力量，用最尖端的科技研究分析，破解其中的秘密。我也是这样想的，这就需要范老的配合，完成一次全面深入的检测，同时运用量子计算机收集修炼数据。这些原始数据对我们理解这条道路至关重要。义不容辞，我这次带11位弟子过来，也将作为第一批修炼对象，优先实验，为你们提供数据支撑。你们是为国家开辟新征程的先锋，这件事就交给你们了。请问到底是什么事？那天神秘存在出现降功法。神明？天啊，真的可能吗？我便是最好的证明。细胞分裂果然有异常，骨骼密度提升修复47，检测到高度有序的生物能量场，这难道就是灵气吗？这是最伟大的发现！老师，我也感应到灵气了。我也是，丹田被灵水温养，周身气血开始共鸣。报告，有重大发现，我们初步确认了那种被称为灵气的能量物质。我们调取了范老过去数十年间身体检测资料，一切正常。但自从开始练那长青断体法之后，他的身上多出了一种全新的类辐射的能量反应。这种新出现的能量，便是功法记载的灵气。我们对比了全球数千个不同环境的监测数据，空气中确实普遍存在同类能量信号，但浓度很低。
但是当初范老以及后来的修炼者，却有一股鹰臀的御灵气凭空出现，并被他们迅速吸收。这股灵气来源追踪极其困难，但所有迹象都表明，它是来自宇宙吸收，从宇宙中精准降临到每个修炼者身上。我们尝试了所有已知的探测和屏蔽手段，都无法捕捉这种投送。它只有通过特定的钥匙，也就是内部长青基础断体法，才能短暂开启通道。目前完全无法制造。它能让修炼剑者自身做核转化器，重点长青基础断体法上。不过，我们对功法的研究进展神速，由古文字、中医经络学、人体动力学、能量学等多领域顶尖专家组成的团队，正在逐字逐句破译长青基础断体法。而范老带领的11人修炼团队，更是提供了海量的一手人体实验数据。虽然将这些宝贵的计算机全部输入千万次，正在以速同体质模拟演算功法的运行，但用不了多久就能优化出更适合大夏人体质的断体法。好，很好。加快进度，集中一切资源，优先保障量子计算机的断力和研究团队的需求。前辈，我先走了啊。奇了怪了，可能是之前看错了吧？现在的年轻人一个个都爱装弱龟，连气血变动都能伪装得这么像。什么情况？集体晨练还是出早操？这位师弟，早啊！别客气，我就是想问问大家这是赶着去哪儿？哦，今天是传功堂的公开授课日啊，每版月一次，大家都想早点去占个好位置。原来如此，多谢。肃静！今日由为大家讲解幻体境修行要点以及一些常见误区，望诸位仔细聆听，勤加思考。淬炼肉身，打摇气血，为承载更强大的灵气奠定基础。所以，当你达到断体境圆满，则气血如井，脏腑强健，筋骨齐鸣。这阶段已经达到凡人肉身的极限。想要更进一步踏入炼气境，就需要冲破最后关隘，引天地灵气入体，炼化为己用。通常而言，要想突破，有2个办法。第一，便是借助丹药之力，这是引气丹，服用后可大幅提升对天地灵气的感应与吸纳效率，是最常见的办法。灵气必孤苦之地，凭自身意志与积累强行感应。不过这个办法耗时较长，而且对个人要求极高，失败风险也不小。总之，丹药辅助，省时省力，自力突破，根基或更扎实，却艰难困苦。如何选择，根据你们个人机遇和资源而定。宗门任务堂可兑换引气丹，亦可用积分换取，前往灵雾谷区域尝试突破，但切记不可莽撞行事，否则丹田受损，悔之晚矣。150积分，造孽啊！青面虎，1阶妖兽狡猾恶毒。这位师弟若是第一次对付妖兽，最好找个信得过的同门组队前往。这是临时任务储物袋，专门用来回收妖兽尸体，务必保管好，遗失或损坏要扣积分的。多谢提醒。还挺周到。
方向好像是东面，上北下南左西右东。我现在面朝，我操，是哪个方向来着？怎么四周都一个样啊？应该是这个方向了，不管了，走走看。上，必须突围离开这里！小心师妹，小心！王师兄、李师兄，看来我们今天要在这儿陨落了。这根本不是不同介绍，至少西西每更新一届巅峰。现在说这个晚了，他把我们当成猎物了，不干掉我们不会罢休。可我们3个断体8重，根本破不了他的防。那什么，请问这是青面虎吗？看着有点像，但又不太确定。不是，这是青面虎，而赤血虎体型毛色有点像，但赤血虎的胸口有一撮很明显的红毛，青面虎没有。啊，是这样吗？不好意思，杀错了，我第一次来，有点分不清。那行，你们没事就好，我继续找我的青面虎去了。等一下，这位师弟，这妖兽是你杀的，理应归你。你也算是救了我们的命，这妖兽尸体能换些积分。谢了。对了，你们知道青面虎出没的那片黑松林大概怎么走吗？我有点迷路了。多谢。你认识？昨天我不是去看了陈豪和一个新人的决斗吗？这人就是那个新人林霄啊！林霄，应该就是这里。来得好！哼，力道控制的不错。师兄，交接任务。这青面虎，还有这只赤血虎，都是你杀的？赤血虎，这可是外门任务啊！运气好而已，正好碰到了。这只赤血虎恐怕已经达到1阶圆满了。青面虎任务积分10点，额外猎杀的赤血虎品相较好，作价20点积分，共计30点积分。多谢。就是他，看起来也不过如此。哪怕比你强，但终究只是个断体境7重。豪弟，你就是被这种货色打成这样。赵根师兄，你别看他现在好像只是个断体境，这小子邪门的很，力量大的离谱。之前他就是隐藏了实力我才败的，而且他下手很辣。我知道，不过隐藏实力，在绝对的实力差距面前，什么隐藏都是笑话。我这做师兄的，自然会帮你讨回这个场子。
你放心，我会让他知道，有些人是不能得罪的。到时候你也可以亲自报仇，重塑斗心。多谢赵师兄，有您出手，那小子死定了。凌霄师弟，是你们啊？有事吗？我们在此等候多时，一是再次感谢师弟白日救命之恩，二是想问问师弟，下次如果再去蛮荒山脉狩猎妖兽，能否带上我们？我们三人虽实力不济，但还算熟悉外围地形，绝不会拖累师弟的。多谢几位好意，不过我习惯了一个人行动，怕是不太方便组队，而且我可能还会招惹些麻烦，不想连累你们。林师弟，我们回来时在任务堂看到陈豪，他身边还跟着一个气息很强的师兄。陈豪睚眦必报，心胸狭窄，你一定要多加小心。多谢提醒，我会注意的。林霄，童子，这是怎么回事？他们自己改名字了，还是？大夏国相关科研机构基于长青基础湍体法文本合集手臂蛇奖详细生理数据反馈，最终新生成了大夏基础湍体法改良版为 1.0。好家伙，这就是国家级科研力量的曲线救国吗？看来地球文明的技能要点歪了啊，要搞科技修仙那一套。老师，这改良后断体法太神奇了，我感觉气血搬运比以前顺畅了30%不止，对气感的捕捉也清晰了很多。是啊，科学的力量与古老的传承结合，竟能迸发出如此火花。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地球能在那位存在的帮助下，走出属于我们自己的道路。能量吸收曲线完美匹合优化模型，细胞活性提升稳定，修炼负荷指数全部在安全阈之内。领导，我敢打包票，这一版功法已经具备了大规模推广的基础。既如此，事不宜迟，优先在忠诚可靠、身体基础好的精锐部队中选择试点单位，开始小范围推广。记住，纪律、保密、安全，三者缺一不可。是。丹药。神刺。里面是丹药，快，小心翼翼地收集起来。气血丹辅助断修炼，血气淬气血丹辅助断体境修炼。那位存在对我们的支持超乎想象，我们更不能辜负这份期望，传令下去。试点推广即刻启动，同时成立专项小组，研究只是一条神赐丹药路，争取需要有自己的根基。是。这简直是能量学的奇迹！它的能量利用率恐怕接近100%，没有丝毫浪费。如果能仿制，这瓶子硬度超过金浆石，熔点未知，我们的激光科哥连道白痕都留不下。分子结构完全陌生，排列方式其精妙绝伦，像是被某种力量强行编织出来的完美结构。看着能量传导性几乎零损耗。如果用在我们的精密仪器或何止仪器，如果能把这种材质复刻，哪怕只是模仿出1/10的性能，用在单兵护甲、战机甚至航天器上，那将是颠覆性的。领导，我建议立刻成立材料逆向工程与丹药仿制双项目组。师兄早，我是负责甲子区清晨打扫的杂役弟子，来给您打扫房间。不用麻烦了，我就一个人住，自己收拾就行。你去忙别处吧。多谢师兄体谅。无论在哪个世界、哪个圈子，底层都不好混啊。有人的地方就有阶级，有力量的地方就有尊卑。虚灵草喜欢生长在阴湿沼泽地带，这次是找东西，不是打架，得靠眼力和耐心了。
什么时候我也能这样御剑飞行？想去哪儿嗖一下就去了，多爽！开门红，看来今天运气不错。这破地方，树木长得都一个样，真是无比怀念现代社会的手机导航。要是有个修仙版的 GPS 或者小地图插件就好了。受不了了，今天必须开荤！我被一条鱼打脸了，岂有此理！今天不吃你，我林字倒过来写。这小师弟也太逗了吧！抓个鱼都能这么狼狈，有趣有趣。很好看。师傅，您怎么来了？路过。师傅，您看小师弟多有意思，虽然有时候傻乎乎的，但心性挺纯的，实力进步也快。您就破例收了他嘛，反正咱们白云峰人也少得可怜。我已与他明言，3年内若他能凭自身能力晋升内门，我便收他入门。此约定既然立下，便不可更改。啊！3年内入内门？师傅，您这要求也太高了吧！当年条我都用了5年呢，这再怎么特别，3年也太短了。您这不是故意刁难他吗？你觉得是刁难？当然是啦，外门竞争那么激烈，资源又少，3年，除非天天有奇遇。若无压力，何以见真经？火火见晶体。我当是谁在这儿大吵大闹，原来是个抓鱼都抓不利索的废物。有事？当然有事，你伤了我师弟陈豪，这笔账不该算算吗？林霄，你当日在擂台上羞辱我时，可想过有今天？现在赵师兄在此，还不跪下认错？擂台切磋，胜负各凭本事。陈豪，你自己技不如人，却要找人来出头，呵呵，怎么不找你妈来？牙尖嘴利。不过，你倒是提醒了我，陈豪，你哥让我带来这颗丹药，是怕你重振信心，早日突破炼气境。引气丹？但现在你的心魔未除，就算服用这丹药，也难以顺利突破。今日，我就是来助你碾碎心魔的。待会儿我将这废物打个半死，交给你来收，任你宰割，用他的惨败作为你破境的垫脚石，届时再服此丹，必能一举攻城。林霄，你今日死定了！宗门严禁弟子私斗残杀，你不怕宗门规矩吗？规矩？哈哈哈哈哈！在这里没有宗门，只有丛林，而你不过是一个遭遇了狂暴妖兽、尸骨无存的可怜虫罢了，没人在意的。寒，看到了吗？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差距。像你这种断体型的弱鸡，也只是蛮力，而我已经能驾驭天地灵气，施展术法，碾死你和碾死一只蚂蚁没什么区别。去。师傅，那人比师弟高一个境界，他会死的。再等等。等什么？那个家伙分明是要虐杀小师弟，再等来不及了。这爆发力是不错，但如果这就是你的底牌，那也就到这儿了。只有这点能耐，无趣无趣。赵师兄威武，请把这废物的双腿斩断吧！如你所愿，该死亡压迫结束了。卢晚秋等11人全部突破至断体境9重圆满，是否现在进行修为贡献？同意。你怎么？没想到小师弟竟然还隐藏实力，师傅你早就知道了对吗？赵师兄，他在扮猪吃虎，要小心。
只要没突破，终究是个断体境而已。烈火掌！叮！左前方前方800沼泽见到精灵鹰妖兽版印，建议宿主立即规避。赵坤真好，很好，一日之辱我记下了，他日必报。赵师兄，别让他跑了！哼，他跑不了的，装神弄鬼，把命给我留下！去死吧！给我滚开！很好，我承认你让我有些刮目相看了。接下来我要动真剑。不要！